我费尽心思死缠烂打，终于把学院里最漂亮的校花柳如烟娶了回家。可结婚3年，我们从未有过夫妻之实。她说自己患有严重的洁癖，正在做心理疏导，让我给她时间。后来我只是亲吻了一下她的唇，她的反应便激烈到冲进洗手间呕吐。虽然她解释那是生理性的条件反射，与我无关，但我心里依然为此受伤了好久。结婚第4年，她被公司外派到国外出差，就这样我们分居了1年之久。直到结婚5周年纪念日这天，我决定远赴国外给她一个惊喜。可就在我下了飞机赶到她公司楼下的时候，我却在隔壁餐厅看见她正在给别的男人包厢。隔着餐厅玻璃，我抱着一束玫瑰愣在原地，看着她旁边男人一身正装微微侧脸与柳如烟谈笑。我从未见过柳如烟露出那样温柔的神情，仿佛所有冰冷的棱角都融化了。男人说话，她就浅笑地注视着。那一刻，我心里好像有什么东西忽然断了。过了好一会儿，柳如烟才注意到雨中的我，她脸上的笑意慢慢收敛，仰头对那个男人轻声细语了几句，然后撑着伞径直朝我走来。你怎么来了？他的语气里透着一丝被打扰的不悦。我努力挤出一个不那么勉强的笑容，把怀里的玫瑰花递了过去。如烟，5周年纪念日快乐。他还没来得及伸手接过花束，远处就传来那个男人的声音：如烟，会议马上要开始了。柳如烟听后，表情平淡地对我说了句：“先跟我进来吧。”便转身往回走。我在原地愣了好一会儿，才抬起脚跟上他的步伐。走到那个陌生男人面前时，我极其自然地走到柳如烟身侧，两个人并肩走在我前面，不时低头轻声交谈几句。从他们的对话中，我得知这个男人叫邵川，和柳如烟关系非常亲密。有好几次我想找机会和柳如烟单独说几句话，却总被邵川有意无意地打断。终于走到会议室门口，邵川这才把目光投向我。忽然，他改用西班牙语说道：“Parece que no es muy adecuado para ti。”柳如烟也用西班牙语回应 ：“Si es adecuado o no, no es importante。”他们都以为我听不懂这门语言，可他们不知道的是，5年前为了追求柳如烟，得知她会西班牙语后，我就偷偷苦学过。邵川先进了会议室，柳如烟这才把视线转向我，语气依旧冷淡地像对待陌生人：“我要开会了，你在这儿等我一会儿。”听到这话，我的喉咙像被什么东西堵住了一样。等他走进会议室后，我低头看了看怀里的玫瑰花，已经显出萎靡之态。就像我和柳如烟这段感情，全凭我一厢情愿死撑了5年，到头来不过是一场虚空。我抬手抹去脸上的雨水，转身把那束再也送不出去的花扔进了旁边的不可回收垃圾桶里。本打算立刻买机票回国，可转念一想，还是该等他出来把话说清楚。只是我没想到，这一等就是整整2个小时。会议总算结束了，我跟着柳如烟回到她在英国的住处，那是研究所分配的一间单身公寓，屋里窗明几净，处处都收拾得整整齐齐。柳如烟给我拿来一双新拖鞋，我正要接过，目光却落在鞋柜旁边，那里还放着一双明显穿过的男士拖鞋，鞋面上的花纹和她脚上那双女款拖鞋分明是一套情侣款。我已经在网上买了新的洗漱用品，应该很快就送到，你先坐着休息一会儿。柳如烟难得体贴地说道。还没吃晚饭吧？我去给你下碗面。我点了点头。他对我说话时总是这样客气而疏离，那种礼貌就像隔着一层透明的玻璃，甚至还不如他对研究所同事的态度来得亲近。长途飞行让我疲惫不堪，我靠在客厅沙发上想歇一会儿，却无意间瞥见柳如烟放在茶几上的手机屏幕亮了起来，离得很近，我一眼就看到发件人的备注名是小川。结婚5年来，我从未翻看过他的手机，可这一刻，我却鬼使神差地把它拿了起来。如果当年你早点下定决心来找我，现在能坐在你身边的人，会不会就是我了？看着这行字，我心底最后一丝侥幸彻底崩塌。我终于确信，邵川就是柳如烟的前男友。那条消息很快因为屏幕自动熄屏而隐去，紧接着映入眼帘的是柳如烟的手机屏保，那是一张邵川穿着学士服的背影照片。我的妻子，5年来手机屏保一直都是前男友的旧照。这一刻，我终于无比清醒地意识到，在柳如烟的世界里，自己究竟有多无足轻重。厨房里传来碗筷轻轻碰撞的声音，我将手机熄屏放回原处，装作什么都没发生过，走向厨房。柳如烟没有察觉到我的异常，只是把筷子递给我，尝尝看，如果味道不好，不用勉强。我接过筷子，没有看他，轻声问道：“能告诉我，你和邵川之间到底是怎么回事？”柳如烟的回答异常平静：“邵川是我的前男友，我们在一起8年，差一点就结婚了。后来因为理念不合而分开，他坚持要在国外发展事业，而我当时选择留在国内。”他说话的语气看起来很轻松，可我却从那一贯平稳的声线里捕捉到了一丝难以察觉的颤抖。我埋头吃着碗里的面，又追问了一句：“就这样吗？”柳如烟沉默了片刻，没有回答。夜深了，我们躺在同一张床上，各自揣着心事，占据了床的2侧。就在这时，柳如烟忽然伸出手握住了我的手。从前在国内，就算同床共枕，每次我想碰触她都会被躲开。这是她第一次主动握住我的手，我以为她终于要解释今天发生的一切，可她却开口说：“阿莫，我决定在这里定居了。”我的手瞬间冰凉。1年前她来英国时，只说是短期出差，后来1周又1周的延期，我留在国内悉心照料她的双亲，总以为她终究会回来。如今，她却用这样平淡的语气告诉我，她要永远留在这里。我心里很清楚，她绝不可能是因为我才留下，而这一刻的我，也不想再费力挽留了。我缓缓开口：“这样挺好的，只是这边经常下雨，你以后要照顾好自己。”柳如烟显然没想到我会答应的这么痛快，把我的手握得更紧了些。“谢谢你，阿莫。”我没有再回应，闭上眼睛，心里已经做出了最终的决定，独自离开。其实我从没告诉过他，我特别讨厌下雨。夜渐渐深了，柳如烟的手机一直在震动，我知道那是邵川发来的消息。不知过了多久，柳如烟轻轻起身下床，压低声音对我说：“邵川已在雨夜曾见过他前妻出轨，所以现在特别怕打雷，我得去陪陪他，我很快就回来。”
像是在安抚我。我没有应声，假装已经睡熟了，可我心里比谁都清楚，这一次我不会再等他回来了。等柳如烟离开后，我起身拿起正在充电的手机，订了一张凌晨4点的机票，这是能最快回中国的航班。然后我翻身下床，从背包里取出5个包装精致的礼盒，每个盒子上都标注了一个具体的日期。我把盒子整齐地码放在桌面上，用西班牙语给柳如烟发了一条语音。Liu，sé que la persona que realmente te gusta es Xiao Chuan, y también vi el mensaje que te envió. Entiendo que te quedaste en Inglaterra por él. Debí decirme antes para no haberte desperdiciado 5 años. Estas 5 cajas son los regalos de cumpleaños que te preparé. Por favor, abre una cada día. Cuando llegue el quinto día, dentro estará la última。说完，我按下发送键。10个小时后，飞机降落在首都机场。我缓缓睁开眼，眼底没有丝毫长途飞行后的倦意，只有一片死水般的沉寂。舷窗外是北京3月灰蒙蒙的天，像极了爱丁堡那场没停过的滂沱大雨，沉甸甸的压在胸口，连呼吸都带着滞涩的疼。我手里攥着的手机，从伦敦希斯罗机场登机前就关了机，漆黑的屏幕映出我眼下浓重的青黑，还有下巴上冒出来的胡茬。13年，整整13年，8年奋不顾身的追逐，5年有名无实的空婚。我的整个青春，所有的热忱，全都耗在了柳如烟身上，最终落得个两手空空，满身狼狈。乘客起身拿行李时，胳膊不小心撞到了我，连声说着抱歉。我只是微微摇了摇头，声音沙哑的像是被砂纸反复磨过，只吐出2个字：没事。我起身拉开头顶的行李箱，里面只有几件简单的换洗衣物，再无他物。英国时，我的行李箱塞得满满当当，有给柳如烟准备的5周年纪念礼物，有她念叨了很久的德国手工定制手术器械，有她爱吃的国内老字号糕点，甚至还有她父母托我带的家乡特产。可离开时，那些东西，连同那束被雨水打蔫，最终扔进垃圾桶的红玫瑰，都被我留在了那座阴雨连绵的城市，就像我亲手丢掉了那个爱了柳如烟13年的自己。走出廊桥，机场航站楼里人潮熙攘，接机的人举着牌子踮脚张望，久别重逢的人笑着拥抱，孩童的笑闹声，亲友的寒暄声交织在一起，人声鼎沸，烟火气十足。可这些热闹都与我无关，我像个游离在世界之外的幽灵，拖着脚步，一步步淹没在人潮里，连影子都透着孤绝的落寞。走到无人的角落，我终究还是按下了开机键。一瞬间，无数的未接来电和消息疯狂涌进来，震得我手心发麻，清一色全是柳如烟的。从我登机前到飞机落地，这10几个小时里，他打了37个电话，发了近100条消息。我的指尖在屏幕上顿了顿，没有点开通话记录，只是面无表情的把那个烂熟于心的号码拖进了黑名单，动作没有丝毫犹豫，甚至连一丝波澜都没有。紧接着是微信置顶的对话框里，消息一条接一条往上跳，从最开始的质问你去哪了，礼盒我看到了，你到底什么意思，到后来的慌了阿莫，你回我消息你先别走，我们把话说清楚，再到最后是我从未见过的卑微阿莫，我错了，你回来好不好？我错了3个字，刺得我眼底生疼。我忽然低低的笑了一声，笑声里全是化不开的自嘲和悲凉。错了，柳如烟哪里错了？她不过是从来没爱过我而已。她错的从来不是不爱，而是一边心安理得地享受着我13年如一日的付出，一边把满心的温柔和偏爱都给了另一个男人。我点开设置，找到那个熟悉的头像，按下了删除联系人的按钮。确认删除的弹窗跳出来的瞬间，我没有丝毫迟疑，点下了确定。13年的执念，在这一刻被我亲手斩得干干净净。走出航站楼，3月的北京还带着倒春寒的凛冽，冷风刮在脸上，像刀子一样割得生疼。我抬手拦了辆出租车，报出了那个我和柳如烟共同住了5年的地址。那个房子是我亲手设计的，当年为了给她一个完美的家，我熬了无数个通宵改图纸，每一个细节都按照她的喜好和习惯来。她有严重的洁癖，全屋用的都是最高规格的无菌环保建材，连缝隙都做了特殊的防尘处理。她常年做手术，腰椎不好，厨房的操作台、浴室的洗手台全都是按照她的身高精准定制的。客厅的落地窗正对着她所在的医院方向，只因为她随口说过一句喜欢看日落时分的晚霞。可这5年里，她在这个房子里待的时间加起来都不超过1年。她永远在医院加班，永远有做不完的手术，永远有忙不完的学术会议，就算回了家，也永远和我隔着一层看不见的玻璃。客气、疏离，连一个拥抱、一个触碰都吝啬到极致。出租车停在小区楼下，我付了钱，下车抬头看向那栋熟悉的住宅楼，17楼，那个曾经亮着灯等我，也被我当作毕生归宿的窗口，此刻漆黑一片，我忽然觉得无比陌生。坐电梯上楼，指纹解锁，门应声而开，屋里和我走的时候一模一样，一尘不染，所有的物品都摆放得一丝不苟，全是柳如烟刻在骨子里的习惯。玄关的鞋柜里，她的白鞋、高跟鞋摆得整整齐齐，而我的拖鞋孤零零地被挤在最角落，像个格格不入的多余摆设。我换了鞋，走进客厅，把背包随手扔在沙发上，整个人陷进柔软的沙发里，闭上眼睛。长途飞行的疲惫，13年的委屈、不甘、心碎，在这一刻如同决堤的潮水，铺天盖地的将我淹没。我以为自己会哭，可眼眶干得发涩，一滴眼泪都掉不下来。哀莫大于心死，大抵就是如此。不知道在黑暗里坐了多久，窗外的霓虹早已亮起，又渐渐暗淡下去。门铃忽然响了，1声、2声，带着小心翼翼的试探。我愣了一下，没有动。我想不出这个时候还会有谁来找我。门铃又响了几声，紧接着一个温柔的女声隔着门传进来，轻得像一片羽毛，却又清晰地落在我心上。阿莫，你在家吗？这个声音熟悉又陌生，我沉默了几秒，起身走到门口，拉开了门。门外站着的是苏青言，她穿着一件米白色羊绒大衣，手里拎着一个保温桶，乌黑的长发被风吹得有些凌乱，白皙的脸颊冻得微微泛红。看到开门的我，她的眼睛先是亮了一下，
随即又按了下去，眼底的心疼藏都藏不住。青岩，你怎么来了？我的声音依旧沙哑，带着一丝不易察觉的错愕。苏青岩认识我24年了，从穿开裆裤在一个院子里跑的时候，他就跟在我身后，一口一个阿莫哥哥。他看着我从意气风发的少年，变成如今这个失魂落魄、满身疲惫的样子，心里像被针狠狠扎着，疼得喘不过气。我给你打了好几天电话都打不通，问叔叔阿姨，他们只说你去了英国。苏青岩的声音很轻，生怕惊扰了我。我猜你今天该回来了，就天天来这里等你。煮了点小米粥，你胃不好，长途飞行肯定没好好吃饭。他举了举手里的保温桶，脸上挤出一个浅浅的笑，温柔的像春日的风。我看着他，心里那片早已冰封的荒原，忽然裂开了一道缝隙，有微弱的暖流一点点渗了进来。这5年，我一门心思扑在柳如烟身上，为了迁就她的喜好，我隐藏身份，收敛锋芒，和过去的圈子几乎断了所有联系。唯独苏青岩还会逢年过节给我发一句问候，偶尔给我寄点我爱吃的东西，哪怕我每次都只是草草回复，甚至很多时候连消息都不回，可他还是一直在这里。进来吧。我侧身让他进了屋。苏青岩熟门熟路地走到餐厅，把保温桶打开，盛出一碗温热的小米粥，又拿出几碟清淡的小菜，一一推到我面前。趁热吃吧，温温胃。我坐在餐桌前，看着那碗冒着热气的粥，忽然想起了在英国公寓的那个晚上，柳如烟也给我下了一碗面，可那碗面我吃在嘴里，全是化不开的苦涩和寒凉，而眼前这碗平平无奇的小米粥，却让我鼻尖一酸，险些红了眼眶。我拿起勺子，一口一口地喝着粥，温热的粥滑进胃里，暖了冰凉的身子，也一点点融化了我心里那层厚厚的寒冰。苏青岩就坐在我对面，安安静静地看着我，没有追问我在英国发生了什么，没有打探我和柳如烟的结局，只是安安静静地陪着。他太了解我了，我看着温和，骨子里却犟得要命。我不想说的是，问再多也没用，我现在需要的从来不是刨根问底的安慰，而是不动声色的陪伴。一碗粥喝完，我放下勺子，抬眼看向他，轻声说了一句：谢谢你，青岩。跟我还客气什么？苏青岩笑了笑，伸手收拾碗筷。我们从小一起长大，你什么样我没见过。他顿了顿，还是忍不住开口，声音很轻，却字字恳切。阿莫，不值得的人就别再为难自己了。我的指尖微微一顿，沉默了片刻，缓缓点了点头，声音很轻，却带着前所未有的坚定。我知道13年够了，我不想再耗下去了。真的？苏青岩看着我，眼里带着一丝不敢置信。他等这句话，等了整整5年。我应了一声，眼底的死寂里终于有了一丝微光。我放下了。就在这时，我的手机忽然响了，屏幕上跳动着2个字：爸。我看着那个名字，指尖顿了顿，接起了电话。喂，爸。电话那头传来沈静山沉稳有力的男声，听不出太多情绪，却藏着一丝不易察觉的心疼。阿莫回国了，刚到，回老宅一趟吧，我和你妈都在。沈静山的语气不容置喙，有些事该跟你好好说说了。我沉默了几秒，应了一声好，挂了电话。苏青岩已经收拾好了餐桌，看着我说：叔叔阿姨肯定担心坏了，你赶紧回去看看吧，我把这里收拾一下就走，不用担心。不用收拾了，放着吧。我站起身，拿起外套，我送你下楼。不用了，我自己可以。苏青岩推着我往门口走。你快去吧，别让叔叔阿姨等急了。有事儿随时给我打电话，我的号码你一直都记得，对不对？他怕我这些年眼里只有柳如烟，早就把他的号码忘了，特意又强调了一句。我看着他眼里的小心翼翼，心里一暖，点了点头。记得，放心吧。送走苏青岩，我站在玄关，最后看了一眼这个装满了我5年婚姻、13年执念的房子，没有留恋，没有不舍，只有彻底的释然。我转身关上门，按下了电梯。这一次我没有回头，就像我再也不会回头，看向那段名为柳如烟的过去。沈家老宅坐落在北京西山的别墅区，闹中取静，是京圈里顶流的存在。我开车进了大门，管家早已等在门口，恭敬地替我拉开车门。少爷，您回来了，先生和夫人在客厅等您。我点了点头，下车走进了别墅。客厅里暖黄的灯光洒下来，沈静山坐在沙发上，手里拿着一份财经报纸，面色沉稳。旁边的沈母林婉看到我进来，立刻站起身，眼眶一下子就红了。阿莫，你可算回来了。林婉快步走到我面前，伸手摸着我的脸，心疼的不行。你看看你，才去了几天，怎么瘦成这个样子？是不是受委屈了？看着母亲眼里的心疼，我鼻尖一酸，伸手抱了抱她。妈，我没事，让你和爸担心了。你是我儿子，你这个样子，我能不担心吗？林婉拍着我的背，声音都带着哽咽。当年你非要娶那个柳如烟，非要瞒着身份去追她，我们拦都拦不住。这5年你受了多少委屈？你以为我和你爸不知道吗？我的身子微微一僵，我一直以为自己隐藏得很好。当年我对柳如烟一见钟情，是在一场突发的车祸现场。那天我开车路过，看到围了一群人，挤进去就看到柳如烟穿着白大褂，跪在地上，瀑布满地的鲜血和碎玻璃，临危不乱地给伤者做心肺复苏，眼神坚定，浑身都发着光。那一刻，我彻底沦陷了。后来我四处打听他的消息，知道他是市医院最年轻的外科医生，医术精湛，性格清冷。偶然间，我听到他和同事闲聊，说最讨厌不学无术的富二代，觉得我们只会靠着家里耀武扬威，没有半点真本事。他这辈子绝不会嫁入豪门，只
只想找个踏实本分的普通人过日子。就因为这一句话，我隐藏了自己沈家唯一继承人的身份。我对外只说自己是个普通的建筑设计师，拿着不高不低的薪水，住着普通的商品房，开着20万的代步车，活成了柳如烟口中踏实本分的普通人。我用了8年时间，一点点捂热他，哪怕他始终冷淡疏离，哪怕他有严重的洁癖，连牵手都抗拒，我也从未放弃。所有人都劝我说柳如烟心里根本没有我，可我不听。我总觉得只要我够用心，够坚持，总有一天能捂热他的心。结婚这5年，我更是把他宠到了骨子里。他有洁癖，家里所有的家务我全包。每天他下班回家，家里永远一尘不染，水温永远刚好，饭菜永远是他喜欢的口味，连碗筷都提前消过毒。他父母生病住院，是我跑前跑后，端屎端尿，比亲儿子还尽心。他在医院受了委屈，被同事刁难，是我暗中动用沈家的关系，替他摆平了所有麻烦，让他能安安心心搞他的医术。他却以为是自己运气好，是自己的能力得到了认可。为了他，我放弃了出国深造的机会，放弃了接手家族企业，放弃了自己本该有的人生，心甘情愿地做了他身后那个默默无闻的男人。一做就是13年，可到头来，我才发现，我捂不热一颗不爱我的心。我视若珍宝的婚姻，在他眼里不过是一个合适的躯壳，一个用来掩人耳目的摆设。坐下说吧。沈静山放下手里的报纸，抬眼看向我，面色依旧沉稳，却没有了往日的严厉。我松开母亲，走到沙发上坐下。英国发生的事我都知道了。沈静山开口，语气平静，却带着一股不怒自威的气场。那个叫邵川的男人，还有柳如烟做的那些事，我一清二楚。我抬眼，有些错愕地看着父亲。你以为你瞒着身份跑到英国去，我就不知道了？沈静山冷哼了一声，你是我沈静山的儿子，你的一举一动我怎么可能不管？你在爱丁岛研究所门口淋浴站着站着，我的人就在旁边，要不是你拦着，我早就派人把那对男女给收拾了。我的喉咙一紧，说不出话。我一直以为自己这5年的隐忍和委屈，只有自己知道，却没想到父母全都看在眼里，疼在心里，只是为了照顾我的自尊，从来没有戳破。爸，对不起，我的声音有些沙哑，让你们失望了。失望谈不上。沈静山看着我，语气缓和了些。你只是太年轻，被情爱蒙了眼。男人这一辈子，谁没走过弯路？重要的是能及时回头。他顿了顿，继续说道：当年你非要娶她，非要过普通人的日子，我和你妈没有拦着你，是因为我们想让你自己去撞南墙，自己去看清人心。现在墙撞了，头破了，该醒了。我醒了。我抬眼看着父亲，眼神无比坚定。爸，我和他到此为止了。好。沈静山点了点头，眼里闪过一丝赞许。这才是我沈静山的儿子。既然醒了，那就该说说接下来的事了。他把一份文件推到我面前，这是沈氏集团医疗健康板块的资料。我们沈氏在国内医疗领域布局了20多年，从医药研发、医疗器械生产到私立医院、康养产业，全产业链覆盖，规模你自己看。我翻开文件，瞳孔微微一缩。我只知道沈家是做地产和金融起家的，却不知道沈家在医疗领域的布局已经到了如此恐怖的地步。国内顶尖的私立医院有一半都隶属于沈氏集团，就连柳如烟所在的市医院，沈氏也是最大的资方之一。更别说沈氏旗下的远州医药是国内医药研发的龙头企业，在全球都有研发中心，实力远超邵川那个所谓的川远医药。柳如烟最在意的无非就是他的医术，他的学术地位，他在外科领域的成就。沈静山的声音冷了下来。邵川最在意的无非就是他的家族企业，他在医学圈的名声。他们不是觉得你配不上他们吗？那我就让他们看看，他们引以为傲的一切，在我沈家眼里不过是弹指可灭的蝼蚁。我的指尖微微一颤，我不是没想过报复，可13年的感情，就算是死了，也留着残骸。我终究还是留了一丝情面。可父亲的话像一把钥匙，打开了我心里那扇紧闭的门。是啊，我凭什么要受这份委屈？凭什么要看着那对男女心安理得地踩着我的付出，双宿双飞？爸，你想怎么做？我抬眼看向父亲。很简单。沈静山靠在沙发上，眼神锐利如鹰。先废了邵川的学术名声，再弄垮他的家族企业，让他从天之骄子变成人人喊打的过街老鼠。至于柳如烟，她不是清高吗？不是觉得自己医术高照吗？我要让她知道，她能有今天的地位，全是我儿子在背后给她撑着。没了我沈家，她什么都不是。林婉在一旁补充道。还有，当年他能进市医院，能评上副主任医师，能拿到那么多国家级的科研项目，全是阿莫你暗中让我们帮的忙，现在该收回来了。我沉默了，我确实做过这些。当年柳如烟评副主任医师，竞争对手背后有人，处处给他使绊子，是我偷偷给父亲打了电话，让父亲出面摆平了一切。他的科研项目申请屡屡被拒，是我动用沈家的资源，给他找了顶尖的合作团队，修改了申请材料，才让他顺利拿到了项目经费。这些事我从来没告诉过柳如烟，我怕他知道了会觉得我是在炫耀，会看不起我，会离我更远。可现在想来，我的默默付出在他眼里不过是理所当然，甚至不值一提。爸，这件事我想自己来。我沉默了许久，缓缓开口，眼神里的迷茫和死寂已经被锋芒取代。沈氏的医疗板块，我想接手。沈静山眼里闪过一丝惊喜，随即哈哈大笑起来。好，哈哈哈哈！好儿子，我等你这句话等了整整5年。沈家的产业本来就是要交给你的，你想接手，爸全力支持你。阿莫，你想做什么，妈都支持你。林婉也笑着说道，眼里满是欣慰。她终于看到那个意气风发的儿子回来了。还有一件事。我拿起桌上的文件，指尖划过离婚协议书几个字。我和柳如烟的离婚手续，麻烦律师帮我处理好，我不想再和他有任何牵扯。放心吧。沈静山点了点头。律师我已经找好了，国内最好的离婚律师团队。他柳如烟想分财产，门儿都没有。
这5年他花的每一分钱都是我们沈家的，我们没让他吐出来就已经仁至义尽了。那天晚上，我留在了老宅，躺在自己少年时住的房间里，看着窗外的月色，我第一次睡了个安稳觉，没有柳如烟，没有执念，没有患得患失，只有前所未有的轻松。我终于不用再追着柳如烟的脚步跑了，我终于可以做回沈墨，做回沈家的继承人，做回那个本该光芒万丈的自己。英国爱丁堡，柳如烟在空荡荡的公寓里坐了整整一夜，天快亮的时候，她才从沙发上起身，走到桌前，看着那5个整整齐齐的礼盒，指尖冰凉，微微颤抖。沈墨走了，这个认知像一块巨石，狠狠砸在他心上，让他喘不过气来。13年来，无论他对他多冷淡、多疏离、多过分，他永远都在。他加班到深夜，不管多晚，家里永远有一盏灯为他亮着，有温热的饭菜等着他。他做手术累到虚脱，回家倒头就睡。他会小心翼翼地给他脱鞋，给他按摩僵硬的肩颈，连呼吸都放得很轻，怕吵醒他。他生理期疼得冒冷汗，他会提前煮好红糖姜茶，准备好暖水袋，守在他身边，一夜不睡。他把他照顾得无微不至，把他宠成了公主，而他却把他的付出当成了理所当然。他习惯了他的存在，习惯了他的不离不弃，甚至笃定地以为不管他做什么，他都不会走。他就像他身后的退路，永远都在那里，只要他回头就能看到。可现在退路没了，他走了，没有争吵，没有歇斯底里，甚至没有一句指责，就这么安安静静的从他的世界里彻底消失了。柳如烟的心里空落落的，慌得厉害。他又一次拿起手机给沈墨打电话，依旧是冰冷的关机提示，微信的红色感叹号刺得他眼睛生疼。他甚至翻遍了通讯录，想找一个认识沈墨的朋友问问，却发现这5年他根本就没有融入过他的圈子，连他一个朋友的联系方式都没有。他对他的了解少得可怜，他只知道他是个建筑设计师，却不知道他毕业于哪所大学，有哪些朋友，家里是什么情况，他从来没问过，他也从来没说过，他甚至连他的生日都记不住。柳如烟的指尖落在那个标注着第1天的礼盒上，他已经拆开了，里面的那对袖扣此刻正被他攥在手里，冰凉的金属硌着掌心，疼得钻心。他想起结婚1周年那天，沈墨把这个礼盒递给他时，眼里的光有多亮。可他呢？他当时正和邵川聊着天，邵川说他在国外的研究遇到了瓶颈，他满心都是担忧，看都没看一眼礼盒就冷冷地拒绝了，还说了一句华而不实。他甚至都不记得当时沈墨是什么表情，现在想来，他当时该有多失望，多难过。鬼使神差的，他伸手拿起了标注着第2天的礼盒，一点点拆开了包装，盒子里放着一条手工编织的红绳，上面串着一颗小小的和田玉平安扣。柳如烟的瞳孔猛地一锁，瞬间红了眼眶。他想起来了，这是他们结婚第2年，他去偏远山区做义诊，遇到了泥石流，车子翻下了山坡。虽然他只受了点皮外伤，可消息传回国，沈墨疯了一样，连夜开车赶了过去，在山脚下守了整整2天2夜，直到他平安出来。回来之后，他就拿着这条红绳给他戴在了手腕上。他说他去庙里求的能保平安，可他当时因为手上戴了这个，做手术不方便，再加上觉得戴这个太俗气，没过2天就摘下来扔在了抽屉里，再也没戴过。他甚至还因为这件事跟他发了脾气，说他迷信，说他影响他工作。他以为他早就扔了，没想到他竟然一直留着，小心翼翼地收了这么多年，还带到了英国，放在了这个礼盒里。柳如烟拿着那条红绳，指尖抖得厉害，红绳被保存得很好，甚至连一点磨损都没有，可见它有多真实。而他却连多看一眼都不愿意，心脏像是被一只无形的手狠狠攥住，密密麻麻的疼席卷了全身。就在这时，门铃响了，柳如烟回过神，擦了擦眼角的湿润，起身去开门。门外站着的是邵川，手里拿着早餐，脸上带着温柔的笑意。如烟，给你带了早餐，你昨晚没回我消息，我有点担心你。换做以前，看到邵川这副温柔的样子，他的心里会泛起暖意。可现在，他只觉得莫名的烦躁。进来吧。他侧身让他进来，语气淡淡的，没有往日的热情。邵川走进屋，一眼就看到了桌上拆开的2个礼盒，还有柳如烟手里的红绳，眉头微微皱了皱。这是什么？沈墨留下的。柳如烟点了点头，把红绳放回盒子里，没有多说。如烟，你别多想。邵川放下早餐，走到他身边，伸手想去抱他。沈墨他就是闹脾气，过2天就好了。他追了你这么多年，不可能说放下就放下。柳如烟下意识地躲开了他的触碰，邵川的手僵在半空，眼里闪过一丝错愕。他认识柳如烟这么多年，他虽然有洁癖，可对他从来不会这样抗拒。如烟，你怎么了？邵川看着他，语气里带着一丝不解。没什么。柳如烟摇了摇头，走到沙发上坐下。我有点累。他看着邵川，忽然想起了那个雨夜，他跟沈墨说，邵川怕打雷，要去陪他。他以为沈墨睡着了，可他没有，他就那样躺在床上，听着他找借口去陪别的男人，心里该有多绝望。还有在研究所门口，他弯下腰，亲手给邵川脱湿透的鞋袜，语气温柔的能滴出水来。而沈墨就站在雨里，抱着给他的玫瑰，浑身湿透，像个局外人，看着他对别的男人展露着他从未见过的温柔。他甚至当着他的面和邵川用西班牙语说，他只是个合适的丈夫，配不配得上根本不重要。他现在才明白，他对沈墨的伤害到底有多深。对了，如烟。邵川坐在他身边，开口说道：“下周有个国际医学峰会在柏林举办，主办方给我发了邀请函，我跟转方说了，带你一起去，到时候我们一起上台发言，对你以后在国际医学圈的发展有很大的好处。”柳如烟抬眼看向他，心里没有丝毫波澜。以前他最在意的就是这些：学术地位、国际名声、行业内的认可。为了这些，他可以忽略沈墨的感受，可以牺牲自己的婚姻，可以心安理得地享受着沈墨的付出，去追逐他所谓的理想。
可现在他只觉得索然无味。我不去了。柳如烟摇了摇头。为什么？少川愣住了，这可是千载难逢的好机会，多少人挤破头都想去。没兴趣。柳如烟的语气很淡。我想回国一趟。他要去找沈墨，他要跟他道歉，他要跟他解释，他要让他回来，他不能失去他。少川的脸色瞬间沉了下来。回国？你回去找沈墨？如烟，你别忘了，你已经决定留在英国和我在一起，你现在回去找他，算什么？我和他结婚5年，我总要回去跟他把话说清楚。柳如烟的语气带着一丝不耐。说清楚？还有什么好说的？少川的声音拔高了些。他自己一声不吭的走了，摆明了就是不想过了。你现在回去求他，不是自降身价吗？柳如烟，你什么时候变得这么卑微了？卑微。柳如烟看着少川，忽然觉得无比陌生。他在沈墨面前，永远是高高在上的那一个，永远是被捧着、被宠着的那一个。他从来没有卑微过，直到沈墨走了，他才知道什么叫慌不择路，什么叫卑微到尘埃里。这是我自己的事，不用你管。柳如烟冷下脸，站起身。你先回去吧，我想一个人静一静。少川看着他冷淡的样子，心里憋着一股火，可终究还是忍住了。他站起身，整理了一下西装，语气缓和了些。好，我不逼你，你自己好好想想，别做让自己后悔的事。早餐我放这里了，记得吃。说完，他转身走了出去。门关上的瞬间，柳如烟再也撑不住，跌坐在沙发上，眼泪终于掉了下来。他拿起桌上标注着第3天的礼盒，颤抖着手拆开了，盒子里放着柳如烟翻开相册，手瞬间僵住了。相册里全是他的照片，有他做手术时专注的侧脸，有他下班回家累得靠在沙发上睡着的样子，有他站在领奖台上意气风发的笑容，甚至还有他吃饭时嘴角沾了米粒的样子。他生理期蜷缩在床上，眉头紧锁的样子，他对着窗外发呆，眼神放空的样子。从他们认识的第1年到结婚第5年，整整13年，他人生里的每一个瞬间都被沈墨偷偷记录了下来，小心翼翼地贴在了相册里。每一张照片下面都有一行小字，写着拍摄的日期，还有他当时的心情。2013年9月15日，第一次见到他，车祸现场，他跪在地上救人，眼睛亮得像星星，我好像心动了。2015年3月2日，他第一次对我笑，虽然只是礼貌性的，可我开心了一整晚。2018年10月7日，他答应我的求婚了，我娶到我心爱的姑娘了，这辈子我一定会对她好，一辈子都对她好。2019年结婚1周年，给她准备的袖口，她不喜欢，没关系，我再慢慢挑，总有她喜欢的。2020年，她去义诊遇到泥石流，我快吓死了，只要她平安就好，别的都不重要。2021年，她生日，给她准备了礼物，她加班没回来，蛋糕放坏了，没关系，明年再给她过。2022年，结婚5周年了，她去英国出差了，我好想她，我要去英国找她，给她一个惊喜。最后一行字停留在2023年，爱丁堡的雨夜，她不爱我。13年，我终究还是没能捂热她的心，我累了，该放手了。柳如烟一页页翻着相册，眼泪像断了线的珠子砸在照片上，晕开了墨迹。她从来不知道，原来在她看不见的地方，沈墨用这样深沉的爱意爱了她整整13年。他以为的空婚，他以为的没有感情，全是他一个人的自以为是。他把所有的爱都藏在了细节里，藏在了这13年的时光里，而他却从来没有低头看过一眼。他终于明白，他丢掉的不是一个追了他13年的男人，而是那个满心满眼都是他，把他视若生命，全世界唯一会无条件对他好的人。沈墨接手沈氏医疗健康板块的消息，在整个京圈乃至国内的医疗圈都掀起了轩然大波。谁都知道，沈氏集团的这位唯一继承人消失了5年，一直过着普通人的生活，如今突然回归，一出手就接下了沈氏最核心的板块之一，显然是要干一番大事业。沈墨没有丝毫犹豫，入职第1天就召开了全集团的高管会议。他穿着高定西装，坐在主位上，从容不迫地听着各部门的汇报，眼神锐利，思路清晰，对集团的业务了如指掌，提出的问题一针见血，完全不像一个5年没接触过家族生意的人。在场的高管们原本还有些质疑，觉得这位少爷就是玩票性质，可一场会议下来，所有人都心服口服。他们终于明白，沈董的儿子从来都不是什么纨绔子弟，只是之前被情爱蒙了眼，如今醒了，锋芒毕露。会议结束后，沈墨把首席风控官和法务总监叫进了办公室。我要少川，还有他背后的川远医药集团所有的资料，越详细越好。沈墨坐在办公桌后，指尖轻轻敲着桌面，语气平静，却带着不容置疑的气场。尤其是黑料、学术造假、商业违规、财务问题，所有的我都要。3天时间够不够？够，沈总。首席风控官立刻点头。我们早就已经开始收集了，沈董之前打过招呼，现在资料已经差不多齐全了，我现在就给您送过来。沈墨点了点头，眼里没有丝毫波澜。他不是圣母，少川和柳如烟带给他的羞辱和伤害，他不可能就这么算了。他要让他们知道什么叫天外有天，什么叫招惹了不该招惹的人。很快，厚厚的一叠资料放在了沈墨的办公桌上，沈墨一页页翻看着，嘴角勾起一抹冰冷的笑意。少川，川远医药集团的少东家，靠着家里的资源，在爱丁堡医学研究所混了个研究员的身份，对外包装成医学天才、青年才俊，可实际上他发表在国际顶刊上的多篇论文，数据全是伪造的，实验结果根本无法复现，甚至还有大段的内容是抄袭了别人的研究成果。商业上，川远医药更是漏洞百出，旗下的几款核心药品临床试验数据造假，靠着贿赂药监部门的官员才拿到了上市许可，公司偷税漏税，财务造假，虚增营收，在股市上割韭菜，甚至还有几款药品出现了严重的不良反应，被患者投诉，他们靠着压热搜、封口费，硬生生把事情压了下去。
桩桩件件全是能让他身败名裂，甚至牢底坐穿的铁证。哼！沈墨冷笑一声，把资料扔在桌上。就这种货色，柳如烟当成宝。他抬眼看向法务总监。第一步，先把他论文造假的实锤发给《柳叶刀》《新英格兰医学杂志》这几个顶刊的编辑部，还有爱丁堡医学研究所的学术伦理委员会。同时，把这些证据匿名曝光在国际医学论坛和各大学术平台上。我要让他一夜之间从所谓的医学天才变成人人喊打的学术骗子。明白，沈总，我现在就去办。法务总监立刻点头。第二步，把川远医药偷税漏税、临床实验数据造假的证据分别交给英国和国内的税务部门、药监部门。同时，让我们在欧洲的合作方配合我们，做空他川远医药的股票，截断他们的供应链，终止所有合作。沈墨的语气依旧平静，却字字带着雷霆之势。我要让川远医药在1个月之内彻底破产清算。是，沈总。第三步，查清楚当年川远医药能拿到欧洲市场的准入资格，贿赂了哪些官员，走了哪些灰色渠道，所有的证据一并交给相关部门。沈墨的眼神冷了下来。我要让邵川还有他背后的整个邵家永无翻身之日。安排好一切，法务总监和风控官立刻出去执行了。办公室里只剩下沈墨一个人。他走到落地窗前，看着楼下的车水马龙，眼神深邃。手机响了，是苏青言打来的。阿莫，忙完了吗？苏青言温柔的声音从听筒里传来。我在你公司楼下给你带了午饭，你要是忙的话，我给你送上去。沈墨的嘴角不自觉地勾起一抹温柔的笑意，眼底的冰冷瞬间散去。不忙，我下去接你。挂了电话，他坐电梯下楼。公司大堂里，苏青言站在那里，穿着一身干练的白色西装，手里拎着饭盒，长发挽起，知性又温柔。看到沈墨下来，他立刻笑着朝他挥了挥手。沈墨快步走到他面前，接过他手里的饭盒。怎么突然过来了？我听阿姨说你今天第一天入职，肯定忙得忘了吃饭。苏青言笑着说道。我刚好在附近办事，就顺路给你带了点家常菜，都是你小时候爱吃的。两个人一起走进电梯，到了总裁办公室。苏青言把饭盒一一打开，4菜1汤，全是沈墨爱吃的菜，香气扑鼻。快尝尝，看看我的手艺退步了没有？沈墨拿起筷子，夹了一口菜放进嘴里，熟悉的味道在口腔里散开，心里暖烘烘的。好吃，和小时候一样好吃。苏青言看着他，眼里满是笑意。好吃就多吃点，你看你这几天都瘦了，再不补补，阿姨该心疼了。他顿了顿，看着他，轻声问道：公司的事儿还顺利吗？要是有什么需要我帮忙的，你尽管开口。我爸说了，苏家永远站在你这边。苏家也是金圈里的老牌世家，和沈家是世交，主营金融投资，实力雄厚。苏青言自己也是华尔街回来的顶尖投资人，能力出众。沈墨看着他，心里满是感激。谢谢你，青言，目前都还顺利，有需要的话，我一定不会跟你客气。跟我客气什么？苏青言笑了笑，给他盛了一碗汤。快吃饭吧，菜该凉了。看着沈墨一口一口的吃着饭，苏青言的心里既欣慰又心疼。他终于看到那个意气风发的少年回来了，可他也知道他心里的伤还没有完全愈合。他能做的就是陪在他身边，一点点抚平他心里的伤口。而另一边，英国爱丁堡，一场巨大的风暴正在席卷邵川。最先爆发的是学术造假的丑闻，沈墨的人把邵川论文造假、数据伪造、抄袭剽窃的实锤一股脑的全爆了出去。顶刊编辑部第一时间介入调查，核实了证据之后，立刻发布了撤稿声明，把邵川发表的所有论文全部下架，并且把他拉入了终身黑名单，永远不接受他的投稿。紧接着，爱丁堡医学研究所的学术伦理委员会也发布了公告，宣布暂停邵川的所有研究工作，成立专项调查组，对他的学术不端行为进行全面调查。一夜之间，整个国际医学圈都炸了锅。邵川这个被吹上天的医学天才，瞬间变成了人人喊打的学术骗子。各大医学机构、学术组织纷纷和他划清界限，之前和他合作的项目全部终止。邵川彻底慌了，他疯狂地给相熟的教授、机构负责人打电话，可所有人都不接他的电话，甚至直接把他拉黑了。他苦心经营了这么多年的学术名声，一夜之间毁于一旦。他还没从学术造假的丑闻里缓过神来，第二波打击又来了。英国的税务部门和药监部门同时上门，对川远医药英国分公司进行突击检查，查封了公司的所有财务资料和药品样本。临床试验数据造假、偷税漏税、商业贿赂的丑闻接连被爆了出来，川远医药的股价当天就暴跌了70%，直接触发了熔断。无数的投资者疯狂抛售，合作方纷纷发布解约声明，银行也开始抽贷，要求提前偿还贷款。川远医药的资金链一夜之间彻底断裂，国内的总部也没能幸免。药监部门、税务部门、证监会同时介入调查，川远医药国内的工厂被查封，药品被下架，账户被冻结。邵川的父亲一夜之间白了头，急得住进了医院。短短1周时间，风光无限的川远医药就走到了破产清算的边缘，邵家也从名门望族变成了负债累累的落水狗。邵川彻底崩溃了，他把自己关在公寓里，砸碎了屋里所有的东西，像一头疯了的野兽。他想不通自己到底得罪了谁，为什么会突然遭到这样毁灭性的打击。直到他的律师给他打来了电话，语气绝望地告诉他：邵总，我们查到了，出手对付我们的是国内的沈氏集团。
团，所有的做空举报曝光全是沈氏做的，我们根本斗不过他们。沈氏的实力是我们的100倍、1000倍，我们没有任何翻盘的机会。沈氏集团，少川愣住了，眼里满是错愕。哪个沈氏集团？我什么时候得罪他们了？北京沈家做地产和金融起家的，国内顶尖的财团，他们的继承人叫沈墨。律师的声音带着一丝颤抖。邵总，你是不是得罪这位沈少了？少川的瞳孔猛地收缩，浑身的血液瞬间冰凉。那个在爱丁堡的雨里抱着玫瑰，浑身湿透，看起来卑微又普通的男人，那个他当着面用西班牙语嘲讽配不上柳如烟的男人，他竟然是沈氏集团的继承人。少川腿一软，直接跌坐在了地上，面如死灰。他终于知道自己惹到了什么样的存在。他引以为傲的一切，在沈家眼里不过是随手就能捏死的蚂蚁。就在这时，门被推开了，柳如烟站在门口，看着满地狼藉还有失魂落魄的少川，脸色苍白。他已经知道了所有的事，少川学术造假，川远医药破产，邵家垮了，而这一切的始作俑者是沈墨。他终于知道自己嫁了5年的男人到底是什么身份。那个他一直以为只是个普通建筑设计师，平凡普通，甚至配不上他的男人，竟然是国内顶尖财团的唯一继承人。他想起自己和少川用西班牙语嘲讽他配不上自己，想起自己对他的冷淡和嫌弃，想起自己心安理得地享受着他的付出，却把满心的温柔给了少川，只觉得脸上火辣辣的疼，像被人狠狠扇了无数个耳光。如烟，少川看到他，像是抓住了救命稻草，踉跄着爬到他面前，抓住他的手。如烟，你帮帮我，你去求沈墨，你让他放过我，放过我们邵家。你是他的妻子，他一定会听你的，求求你了。柳如烟看着他这副卑微狼狈的样子，心里只觉得无比讽刺。这就是他心心念念的白月光，这就是他不惜伤害沈墨也要奔赴的男人。遇到一点事就变成了这副懦夫的样子。他猛地抽回自己的手，眼神冰冷地看着他。少川，你到现在还不明白吗？他为什么会对你出手？你毁了他13年的执念，毁了他5年的婚姻，你觉得他会听我的吗？那怎么办？我们该怎么办？少川彻底崩溃了，抱着头蹲在地上，痛哭流涕。完了，我们邵家。柳如烟看着他，心里最后一丝念想也彻底断了。他转身走出了公寓，没有回头。他要回国，他要去找沈墨，他要跟他道歉，他要忏悔，他要告诉他，他知道错了，他求他再给他一次机会。柳如烟用最快的速度处理好了英国的所有事，买了最早一班回国的机票。走之前，他拆开了剩下的2个礼盒，标注着第4天的礼盒里放着一枚男士戒指，是他们结婚时沈墨给自己准备的婚戒。结婚5年，他从来没有摘下来过，哪怕他从来没戴过自己的那枚婚戒，哪怕他对外很少提起自己已婚的身份，他也一直戴着，视若珍宝。可现在，他把戒指留在了这里。柳如烟拿着那枚戒指，戒指内侧刻着他的名字缩写，还有一行小字：一生一世，唯爱如烟。眼泪再一次掉了下来，砸在戒指上。而标注着第5天的礼盒是最后一个，也是沈墨说的最后的惊喜。柳如烟颤抖着手拆开了礼盒，里面没有礼物，只有2份文件，一份是离婚协议书，上面沈墨已经签好了自己的名字，字迹苍劲有力，财产分割一栏写得清清楚楚，婚后所有财产全部归柳如烟所有，沈墨自愿放弃一切财产分割权利，他甚至到了最后都还在为他着想。另一份文件是一份沈氏集团的简介，还有沈墨的身份介绍，沈家唯一继承人，沈氏集团总裁，远州医药董事长，国内顶尖的财团掌舵人。上面的每一个字都像一把锤子，狠狠砸在柳如烟的心上，把他这些年的骄傲和自以为是砸得粉碎。他终于知道自己到底错过了什么。他以为自己嫁给了一个普通的男人，却没想到这个男人拥有着他一辈子都无法企及的财富和地位。他以为自己的成就全是靠自己的努力得来的，却没想到他能进市医院，能评上副主任医师，能拿到那么多科研项目，能在医学圈顺风顺水，全是沈墨在背后默默为他铺路。他嫌弃他普通，嫌弃他配不上自己，却不知道他引以为傲的一切在他眼里根本不值一提。他以为自己高高在上，是他高攀了自己，却没想到从头到尾高攀的那个人是他自己。柳如烟拿着离婚协议书瘫坐在地上，哭得撕心裂肺。13年的追逐，5年的婚姻，他把那个满心满眼都是他的男人亲手推开了。他终于明白什么叫追悔莫及。飞机降落在首都机场的时候是北京的清晨，柳如烟拖着行李箱走出航站楼，看着熟悉的城市，心里却无比陌生。他先回了那个他和沈墨住了5年的房子，用钥匙打开门，屋里空荡荡的，所有属于沈墨的东西都不见了，他的衣服，他的鞋子，他的书籍，他的设计图纸，所有的一切都消失得干干净净，仿佛他从来没有在这里住过一样。只有屋里的一尘不染，还有那些按照他的习惯定制的家具，在提醒着他，这个男人在这里为他付出了5年。他走到卧室，拉开床头柜的抽屉，里面放着他的那枚婚戒，他结婚之后就扔在了这里，再也没戴过。而现在沈墨的那枚戒指也被放在了旁边，2枚婚戒安安静静地躺在那里，像一个巨大的讽刺。柳如烟拿起戒指戴在了自己的无名指上，戒指很合适，可他的心里却空得厉害。他拿出手机给沈墨打电话，他换了新的号码，终于打通了。电话响了很久才被接起，男人熟悉的声音从听筒里传来，清冷
疏离，没有一丝波澜，甚至带着一丝不耐。哪位？听到这个声音，柳如烟的眼泪瞬间就掉了下来，声音哽咽。阿莫，是我。电话那头沉默了几秒，随即沈墨的声音依旧冰冷，没有丝毫情绪。有事吗？阿莫，我回国了。柳如烟哭着说道：“我在我们的房子里，你回来好不好？我们见一面，我有话想跟你说。”我们没什么好说的。沈墨的语气淡得像白开水。离婚协议书你应该收到了，没什么问题的话，签好字，让律师联系我就可以了。我不签。柳如烟歇斯底里地喊道：“阿莫，我不离婚，我知道错了，我真的知道错了，你原谅我好不好？我们重新开始好不好？”重新开始。沈墨低低地笑了一声，笑声里全是嘲讽。刘医生，你觉得可能吗？我知道，我之前做了很多错事，我不该对你那么冷淡，不该和少川纠缠不清，不该伤你的心。柳如烟哭得泣不成声。阿莫，你再给我一次机会，我一定会改，我一定会好好对你，好好跟你过日子，求求你了。不必了。沈墨打断了他的话，语气冰冷。13年，我给过你无数次机会，是你自己不要，现在晚了。不晚的，阿莫，一点都不晚。柳如烟慌忙说道：“我已经和少川断干净了，我心里爱的人是你，一直都是你，只是我之前太傻了，没有看清自己的心。”柳如烟，沈墨叫了他的全名，语气里带着一丝不耐烦。收起你这套说辞吧，你爱的不是我，你爱的是我沈家继承人的身份，是我能给你的资源和地位。如果我还是那个普通的建筑设计师，你会回头找我吗？柳如烟的话瞬间卡在了喉咙里，一句话都说不出来。离婚协议书我已经让律师给你寄过去了，签好字，我们好聚好散。沈墨的语气没有丝毫回旋的余地。以后不要再给我打电话了，我不想再和你有任何牵扯。说完，他直接挂了电话，再打过去已经是忙音。柳如烟拿着手机跌坐在地上，哭得肝肠寸断。他知道沈墨是真的不要他了，可他不甘心，他不能就这么失去他。他打听到了沈氏集团的地址，第二天一早就等在了沈氏集团的楼下。他穿着一身白裙子，化了精致的妆，想找回当年那个让沈墨一见钟情的样子。他从早上等到中午，看着进进出出的人，终于看到了那辆熟悉的宾利停在了公司门口。车门打开，沈墨从车上走了下来。他穿着一身黑色高定西装，身姿挺拔，气场强大，眉眼间带着凌厉的锋芒，和之前那个温柔隐忍的男人判若两人。而他的身边站着苏青言，苏青言穿着一身香槟色的长裙，挽着沈墨的胳膊，脸上带着温柔的笑意。两个人并肩走在一起，郎才女貌，无比般配。柳如烟的心脏像是被狠狠刺穿了一样，疼得喘不过气。他快步冲了上去，拦在了沈墨面前。阿莫！沈墨停下脚步，看到他，眉头瞬间皱了起来，眼里满是冰冷和不耐。苏青言也停下了脚步，挽着沈墨的胳膊，没有松开，只是平静地看着柳如烟，眼神里没有敌意，只有一丝淡淡的疏离。阿莫，你能不能给我5分钟？就5分钟，我想跟你说几句话。柳如烟看着沈墨，眼里含着泪，姿态卑微到了极致。我和你没什么好说的。沈墨的语气冰冷。离婚的事，你找我的律师谈就可以了。我不离婚。柳如烟看着他，眼泪掉了下来。阿莫，13年的感情，5年的婚姻，你真的能说放下就放下吗？我知道你心里还是有我的，对不对？心里有你。沈墨冷笑一声。柳如烟，你是不是太把自己当回事儿？我在爱丁堡的雨里看着你给别的男人脱鞋袜的时候，我对你的那点感情就已经死了。你半夜借口去陪别的男人的时候，我对你的那点执念就已经烟消云散了。他看着他，字字诛心。你现在回头找我，不是因为爱我，是因为少川垮了，你没了靠山，才想起我这个备胎。可惜我这里已经不收垃圾了。柳如烟的脸瞬间变得惨白，毫无血色。还有，我忘了告诉你，沈墨的语气依旧冰冷。你所在的市医院，沈氏是最大的资方，你的行医执照还有你的科研项目，我们已经提交了相关材料，申请重新审核。你能有今天的地位，靠的是什么？你自己心里清楚。从今天起，你在国内的医疗圈再也待不下去了。柳如烟浑身一颤，踉跄着后退了一步，差点摔倒。他终于知道沈墨的报复到底有多狠。他不仅毁了少川，还要毁了他最在意的一切。阿莫，你不能这么对我！柳如烟崩溃地喊道：“那是我一辈子的心血。你毁了我一辈子的执念，我毁了你一辈子的心血，更公平，不是吗？”沈墨的眼神没有丝毫怜悯。说完，他不再看他一眼，搂着苏青言的腰，径直走进了公司大楼。从头到尾，他都没有再回头看他一眼。柳如烟站在原地，看着他的背影，终于撑不住，瘫坐在地上，失声痛哭。周围的人都对着他指指点点，议论纷纷。他像个小丑一样，在大庭广众之下输得一败涂地。沈氏集团年度医疗峰会在北京国际会议中心举办，这场峰会汇聚了全球顶尖的医学专家、学者，还有国内医疗行业的所有龙头企业，规格之高前所未有。峰会的主台上，我穿着一身高定西装，站在发言席上，从容不迫地发表着演讲。我接手沈氏医疗板块的这1年里，大刀阔斧的改革，带领远州医药研发出了多款全球首创的创新药，填补了国内多项医疗技术空白，建立了全球领先的医学研发中心，和哈佛、剑桥等顶尖学府达成了深度合作。旗下的私立医院也成为了国内高端医疗的标杆。短短1年时间，我就把沈氏医疗板块的市值翻了3倍，成为了国内医疗行业当之无愧的领军人物。台下掌声雷动，所有人的目光都聚焦在我身上，充满了敬佩和赞许。演讲结束，我走下台，苏青言立刻迎了上来，给我递了一杯温水，眼里满是温柔的笑意。讲得真好。我接过水杯，笑着揉了揉她的头发，眼里的冰冷和凌厉尽数化为温柔。不累，陪我忙了一早上。不累。苏青言笑着摇了摇头，伸手替我整理了一下领带。晚上的庆功宴都安排好了，叔叔阿姨也会过来。
我点了点头，伸手牵住了他的手，十指紧扣。这1年里，苏青言一直陪在我身边。我忙工作的时候，他默默陪着我，帮我处理工作上的事，给我打理好生活的一切。我偶尔想起过去，情绪低落的时候，他安安静静地陪着我，开导我，从不多问。他的温柔，他的陪伴，他的懂我，一点点抚平了我心里的伤口，让我重新相信了爱。3个月前，我在我们从小一起长大的院子里跟苏青言求婚了，没有盛大的排场，只有一枚我亲手设计的戒指，还有一句青言，你愿意陪我走完一辈子吗？苏青言哭着点了头，说了一句我愿意。我们的婚期定在了下个月。就在这时，会场的入口处传来了一阵骚动，我抬眼望去，眉头微微皱了起来。门口站着的是柳如烟，1年不见，她憔悴了很多，再也没有了当年那个清冷骄傲的外科医生的样子。头发枯黄，眼底满是红血丝，穿着一身洗得发白的衣服，和这场高端的峰会格格不入。这1年里，他的人生彻底跌入了谷底。市医院开除了他的行医执照被吊销，再也不能上手术台了。国内所有的医院都不敢录用他，他在医疗圈彻底成了过街老鼠。他的父母知道了他做的那些事，气得和他断绝了关系，再也不肯见他。而邵川最终因为商业欺诈、偷税漏税，被判了15年有期徒刑。邵家彻底破产，负债累累，再也翻不了身。柳如烟失去了所有，住在老旧的出租屋里，靠着打零工度日。他每天都活在无尽的后悔里，看着我的新闻，看着我一步步走上巅峰，看着我和苏青言恩爱甜蜜，心如刀割。他无数次的找过我，可每次都连我的面都见不到。今天这场峰会，他想尽了办法才混了进来。他只想再见我一面，只想再求我一次，求我原谅他。保安拦住了柳如烟，不让他进来。他拼命的挣扎着，朝着我的方向喊道：阿莫，你让我过去，我有话跟你说。所有人的目光都聚焦了过来，议论纷纷。我的脸色冷了下来，对着保安摆了摆手，示意他们放开他。柳如烟挣脱了保安，踉跄着跑到了我面前，看着我，眼泪瞬间就掉了下来。眼前的这个男人光芒万丈，是他曾经唾手可得的幸福，是他亲手推开的人。阿莫，柳如烟的声音哽咽，我知道我以前错了，我错得离谱。这1年来，我每天都在后悔，每天都在想你。你能不能再给我一次机会，哪怕只是让我待在你身边，做什么都可以。我看着他，眼神平静，没有一丝波澜，更没有一丝怜悯。柳如烟，你还记得吗？我缓缓开口，语气很淡。结婚第3年，我生日那天，我做了一桌子菜，等了你一整晚，你凌晨才回来，跟我说你忘了。那天我也是这样问你，能不能稍微分一点心思给我？你说我太闲了，无理取闹。柳如烟愣住了，她早就不记得这件事了。结婚第4年，你母亲心梗住院，是我在医院守了7天7夜，端屎端尿，寸步不离。你忙着和邵川开视频会议，只来看过一眼就走了。我的语气依旧平静，却字字戳心。那时候我问你，在你心里我到底算什么？你说我是你的丈夫，就该承担这些责任。我承担了5年的责任，付出了13年的真心。可你呢？我看着他，眼里闪过一丝嘲讽。你把我的真心踩在脚下，把我的付出当成理所当然。现在你失去了一切，才想起我的好。晚了，不晚的，阿莫，真的不晚。柳如烟哭着摇头，伸手想去拉我的手，我下意识的后退了一步，躲开了。我身边的苏青言往前站了半步，挡在了柳如烟面前，语气平静，却带着不容置疑的气场。柳小姐，阿莫马上就要和我结婚了，请你自重，不要再来打扰他的生活。柳如烟看着苏青言，看着他无名指上那枚耀眼的钻戒，看着他眼里的幸福和笃定，心里像被刀割一样疼。他终于明白，他彻底失去了我，这个他爱了13年却又亲手推开的男人，再也不会回来了。柳如烟，我最后跟你说一次，我的语气冰冷而决绝，我们之间早就结束了。从爱丁堡那个雨夜，我转身把玫瑰扔进垃圾桶的那一刻就结束了。以后不要再出现在我面前，不要再打扰我和我未婚妻的生活，否则我不会再对你客气。说完，我不再看他一眼，牵着苏青言的手转身离开了。柳如烟站在原地，看着我们并肩离开的背影，郎才女貌，无比般配，终于撑不住，瘫坐在地上，失声痛哭。周围的人对着他指指点点，议论着他当年做的那些事，满是嘲讽和不屑。他终于为自己的所作所为付出了代价，往后的余生，他只能活在无尽的悔恨里，孤独终老，后悔终生。3个月后，我和苏青言的婚礼在北京举办，婚礼盛大而浪漫，来了半个京圈的名流，还有全球各地的合作伙伴。婚礼现场，我牵着苏青言的手，站在神父面前，看着他的眼睛，一字一句地许下誓言。青言，谢谢你出现在我的生命里，照亮了我所有的黑暗。往后余生，我会用一辈子去爱你，守护你，不离不弃，生死相依。苏青言看着我，眼里含着泪，笑着说道：阿莫，我会永远陪在你身边，不管是巅峰还是低谷，我都在，我爱你。